昨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雨，还有一点点冰雹。那个冰雹的话特别大颗，像鹌鹑蛋那么大小。你看这地面的这些洞，就知道昨天晚上下的雨是特别大的。我们今天早上一早起来看到没有下雨了，然后想现在立马去看一下奶奶家的那个房子，因为以前修路嘛，把那个房子周围的那些泥巴和石头给它堆在爷爷奶奶家房子那边上。如果下大暴雨的话，它就容易水冲到他们家里面去，家里面被淹没。所以我们现在赶快去看一下。昨天晚上下的雨还是挺大的，但不知道半夜的时候有没有下。它只下了一会儿，虽然它很大。看一下这个地面，全部都已经湿透了。而且这个地面有那些凹凸不平的地方，就是因为雨太大了，它那个雨起沟水了，往下流。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爷爷奶奶他家那里有没有流到他家里面去。我们昨天晚上也是一直都在担心这个问题，如果是流到家里面去了的话，他们两个老人没有办法有应对措施。昨天晚上往这里过路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一下子去看一下，一下去看一下。走到这里，看到爷爷奶奶家房子还是完好无损的，就比较放心了。像之前修路的时候，他们那些石块或者是那些树的枝丫打在他们房顶上面，房顶上有一些洞，就不知道昨天晚上下雨了，他们家里面有没有漏水。看到这里的话还是比较放心的，它的那些石头和泥巴没有继续往下滑，然后流水的话也没有看到有太多的沟水，所以暂时的话还是比较安全的。就是这里的位置，可能下雨下来，那个雨水直接从这里这个沟里面就流到下面去渗透了，应该家里面没有什么大事。你看一下它后面的这个门，后面的门有一点被打湿的迹象，但是屋里面是很干燥的。看一下门外边都是打湿的，然后门里面的话就是干燥的，还有门上面有一小部分是被打湿了的，其他的都还挺安全。一直担心了一个晚上，还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我们也要尽快的联系一下施工方，看一下他们能不能尽快的来把这里给解决了。如果还不来解决继续修这条路的话，就怕它下雨下到比昨天晚上下的更大的雨，这样就很担心了。还好昨天晚上只下了一会儿，虽然它的雨很大，但是下了一小会儿就没有下了。爸，你昨天晚上老头在安没了？没有，我今天都没得。昨天晚上他学校没得消耗后噻。如果再下大点要沟水起了，可能就有点问题。他落大雨就要紧，20块就没安全。不怕，到时候喊他们尽快来帮他解决了哇。让他们拿着来。我们又不晓得他拿着来，他总之是说，尽快天气晴了他就来干，但是晴没晴就听了也没来。具体。这整家这整空来就不怕了，整空这不是要吹？是帮他吹宝坎吹起来。哦，要吹起来，这是这样的。这回去多会儿了？昨天晚上外头的流水没了？没流到没流好大，没打好大，人家没打好大。他们之前看水把娃去弄得有些难干，我怕他流水的问题。我没打好大雨，没打好大。流可能是流好，只能说没流好大的。我没流好大。到时候他们来帮你把娃翻哈。是嘛？把空娃不整家不这样好整空来我也不怕了。这不是在这边就要吹，不是两个泥巴要刷。昨天晚上奶奶也是担心了好久。回去？不怕，你来。做饭就做了。不去，你吃饭了？吃了，你们呢？去呗，一起吧。学那是私信你非得学。一眼打也不去。一眼打。
这后面就是他们的后屋檐，然后后屋檐的沟里面有一点点水，都是从上面瓦片上面排下来的。一般我们每家每户后面都要做一条排水沟，下雨的时候上屋檐的水排下来就排在排水沟里面，然后它就从两边流出去了。这边的排水沟被堵住了，但是那边还是完好无损的，所以那个水就可以从那边排出去。奶奶刚刚说屋里面没有水，只是厨房的瓦片有一点漏水，就是这几个地方漏的一点点水，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问题。是因为昨天下的雨不是很大，而且持续性很短，不是一直下一整个晚上，还是比较安全的。看这个样子，昨天晚上下的雨水虽然很大，但是它从这些泥巴下面就渗透下去了，可以从这里看到明显的流水痕迹，然后它从下面直接渗透了。还好这些都是一些泡泥巴，渗透力比较强，所以就没有淹没在家里面去，它没有起那个很厚的水。那个宝宝家这个奶奶给一恒拿饼干来。洗了，该洗了。拿了这么多。来，我们拿一品出来哈，我们拿一个出来，爸，我们拿一个出来，你管拿就回家。对。不然拿一个出来烘。奶奶拿的这个饼，看到一恒在那里哭，然后拿这个来哄他，拿了这么多，我拿2块出来就可以了。这些给爷爷奶奶，因为他们平时买东西的话是从街上，自己走路背上来的，要么就是他的儿女给他买在这里的，我们怎么可能拿他这么多嘛？我们只要拿一点给一恒，哄他不哭就可以了。我们把这些给奶奶，老听了。什么都要跟旺仔分享，把这些还给奶奶，让他自己平时在家里面有点零食吃，不然拿给一恒了之后，他们自己都没吃的。我说还给奶奶，奶奶一定要揣给我。他说，拿给一恒一下吃一下。这个路下了雨过后也比较滑了，我们的车子也骑不下来。昨天晚上刚把米给拉下来了之后，就把车子骑上去了，就害怕今天早上，这个路比较滑，骑不上去了。然后奶奶平时出门的话，也是叫他要注意安全，因为路滑嘛，他们腿脚不便，所以让他们在家里面的话，就尽量在家里面不要出门。现在下雨了，路滑不安全。